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眼神戏绝了，富山海里从菜鸡到大侠，破碎感白发造型是李晨舟还是隐藏身份？你有没有被程毅一个眼神戳中过？不是那种特效拉满、慢镜头三连的那种，就是平平常常的一眼。他低着头，睫毛在眼窝下投出一道影子，像黄昏时分屋檐下的光斜斜地切进来，刚好落在他眼角那道细纹上。那一刻，你心里猛地一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，又好像被什么给填满了。我就在追《富山海》的第3集，那天晚上正嗑着瓜子，突然看到他在雪地里抱着那个小姑娘一动不动，眼睛空得像口老井，连呼吸都像被冻住了。我手一抖，瓜子壳掉在裤子上都没顾得上去拍，就那么愣愣地看着屏幕，心想这人真把戏演进骨头里了。以前我也觉得程毅演戏有点端着，像是端着碗白米饭，规规矩矩的吃，没油盐也没烟火气。可这次不一样，他演的萧云归一开始就是个水野乔布上的小角色，拎着把破铁片子在武馆门口晃荡，眼神却亮得吓人，像山沟沟里头刚点起来的煤油灯，风一吹就晃，可就是不灭。他看别人练剑，眼珠子都不带眨的那种，渴望不是演出来的，是打心眼里往外冒的。我老家有个表弟，当年考大学落榜，后蹲在村口看别人领录取通知书，也是这眼神，不甘心又不敢问。后来事情一件接一件的砸下来，朋友被人一刀捅死，师傅转身就把他推出去顶罪，连他亲娘留下的玉佩都被揭穿是假的。每一次打击他都没哭，可你从他眼睛里能看出东西在一点点塌。有一场戏，他蹲在破庙角落，外面雷雨交加，他盯着手里那把断剑，瞳孔缩得像针尖，整个人像被抽了筋。我看得心里发毛，这哪还是当初那个傻乎乎追着人问我能学剑吗的小子？他活生生被这江湖给磨成了另一个人。直到那一夜，他披着白袍从屋里走出来，满头银发，像被月光飘过似的。谭木华一下全炸了，李晨舟，真的是他？程毅这造型，神仙下凡吧？可我第一反应不是惊艳，是心疼。那双眼睛冷得像结了冰的湖面底下，却压着翻腾的暗流。他站在那儿，不像来报仇的，倒像来赴死的。我邻居家二叔年轻时在林场砍树一次，他方压死了他最好的搭档。从那以后，他再没笑过，看人的眼神也总像隔着一层雾。程毅现在的眼神，就有那种味道，活着，但心早就埋了。有人说这白发是装的，是为了隐藏身份特意染的。可你细看那白，不是飘出来的那种刺眼，而是从发根就开始泛银，像是血熬干了，精气神全耗在了恨上。中医讲怒伤肝，忧伤肺，我外婆常说，人要是心事太重，一夜就能白头。这哪是伪装？这分明是命在喊疼。更吓人的是，他每次看到师傅用的那只青瓷茶杯，眼神会突然晃一下，像回忆撞了上来，可马上又压下去，快得像什么都没发生。这种藏都藏不住的破绽才最真实。我还记得有一回，他站在铜镜前，手指轻轻抚过白发，眼神却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，他不是在演李晨舟，他是在问自己，我还是我吗？我们谁没经历过这种时候？大学毕业那天，我翻出小学毕业照，看着那个扎着红领巾、眼睛亮晶晶的小孩，突然觉得陌生的厉害。10年能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，尤其是当这10年全是伤疤的时候。现在的他走路都不带声响，眼神也不再乱飘。以前看谁都带着点讨好，现在呢，看谁都像在评估危险。可偏偏他对那个小姑娘笑的时候，眼神又软得像春水。
那笑不打眼底，但眼角的纹路是真的松了。我就觉得这才是最狠的演技，不是嚎啕大哭，不是嘶吼发誓，而是明明心里烧着火，面上还得结着冰。你说他是萧云归还是李晨舟？我觉得他俩早混在一起了。萧云归是和李晨舟是和，他用菜鸡的身份活了10几年，把真正的自己锁在最深的夜里。可血缘、仇恨、记忆这些东西骗不了人，尤其是眼睛，你想藏它，偏要往外露。以前看武侠剧，总觉得打打杀杀才是江湖，现在才明白，真正的江湖藏在人的眼神里。一个点头，一个回避，一次迟疑的对视，都是刀光剑影。程毅这次没靠台词撑场，也没靠特效撑场面，他就靠那双眼睛，把20年的恩怨、背叛、孤独全都装了进去。你说他演得好？不，他是把自己活成了那个角色。我追剧的小区群里有个大姐说，这孩子看着让人心疼。他儿子去年考研失败，天天关在屋里打游戏，也不说话。他有次偷偷从门缝看，发现儿子盯着电脑屏幕发呆，眼神跟程毅那会儿一模一样，空淡底下有火。他说那一刻他没敢敲门，怕一出声那点火就灭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为什么会被一个眼神戳中？因为我们都在生活里被磨过、被伤过、被逼着长大。我们也都曾是那个眼里有光的少年，后来不知怎么光没了，只剩下防备和沉默。程毅演的不是别人，是我们自己，那个被生活逼到墙角却还死死盯着前方的人。最后一场戏，他站在悬崖边，风吹的白发狂舞，可眼神却平静的吓人，没有复仇后的快意，也没有解脱的轻松，就那么静静地看着远方，像在等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。我关掉视频，坐在沙发上愣了好久。窗外小区的灯一盏盏灭了，楼下的烧烤摊还在冒烟，有人在笑，有人在吵，可我心里还是那个白发男人的身影，挥不去。你说他最后放下仇恨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当他不再用恨支撑自己时，他才真正活了过来。就像我那个表弟，3年后终于考上大专，回来那天蹲在村口啃烧饼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他跟我说：“姐，我现在不怕了。”那一刻，他眼里的光又回来了。程毅这一回不是赢在帅，是赢在真。他让我们看到，一个演员真的可以用眼神把一个故事种进你心里，生根发芽，然后悄悄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。